大家心心念的14款加包果泡酒，今天开封对比。首先从酒体颜色来看，除了纯果肉浸泡的以外，所有的颜色基本上都是深宝石红颜色，像红酒，非常漂亮。第二，口感酸甜，令人愉悦。除了纯果肉和真露浸泡以外，所有的泡酒都有色感，色感最明显的是纯果皮浸泡，所以色感的主要来源是果皮。真露浸泡的没有色感，是因为度数低，果皮的色感没有浸泡出来。当然，真露浸泡的果味也比较淡。第三，酒的香气，果皮里的橄榄香在所有的泡酒里都没有体现出来，但比普通葡萄的口感要顺滑很多，源自于加包果果肉自身的糯感。酒自身的香气跟果子搭配最舒服的是金酒，杜松子香气的补充让酒体更加饱满，两种香气过渡也顺滑，不跳跃，综合是最好喝的。金朗姆浸泡的有一点巧克力香气，也丰富了口感，但相对融合度没有杜松子的好。第四，扎眼和不扎眼的工艺对于长期浸泡来说口感差距不大。加包果泡酒比普通葡萄泡酒要好喝一点，主要源自果肉的糯甜感和果皮的酸感。我猜想，如果加包果做成发酵酒或者白兰地，再或者浸泡后再混合蒸馏，最后放入橡木桶盛放的方式，这几种做法应该都比单独泡酒好喝。以后有机会再尝试吧。这次一共用了10款基酒来浸泡，我觉得口感排名前3的是金酒浸泡、真露浸泡和白朗姆酒浸泡。留个样品出来，我们下期再见。有个朋友告诉我鉴别啤酒的方法，就是把啤酒倒出后放置常温，让气泡消散后再去品尝，并给我寄了一瓶让我参考酿造。我先按照此方法跟工业啤酒对比了一下，果然好的啤酒在常温无气泡的情况下都可以喝到水果香气和麦芽香气，对比起来工啤就难以下咽了。于是我买了一大堆设备，开始酿水果风味的啤酒。但3次之后我都绝望了，因为口感完全不对。上网查阅和总结原因，泡酒是一个置换的过程，属于物理变化，相对简单，而啤酒酿造是发酵过程，发酵就要对温度、操作、原材料产地等要求更加严格，是化学变化，难度相对大很多。又了解了一下这家酒的历史，觉得非常有意思。2个创始人是发小，一个渔夫，一个在威士忌酒厂上班。创立之初只有2个人外加1条狗，于是品牌就叫酿酒狗。他们创立之初是厌倦了工啤的寡淡和添加，致力于做浓郁和丰富滋味的精酿啤酒，还融合了自身的朋克和摇滚精神，并做了全方位的创新。顺便又买了几瓶，酒到了品尝一下。这款猫王艾尔维斯 IPA 就是在柑橘香甜的基础上增加了葡萄柚的香甜，高酒精度和葡萄柚风味的强烈碰撞，入口就像猫王的音乐般律动摇滚。酿酒狗的这款浑浊甲胺 IPA 带有浓郁的热带水果风味，仿佛菠萝、芒果、青柠的风味都能品尝到。最经典的就是酿酒狗的朋克 IPA 了。酿酒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风靡全球，最早就是从这款酒开始的。伴随着啤酒花带来的西柚、菠萝、荔枝的风味和浓郁的麦芽香，一举打下了夯实的基础。3瓶喝完，瞬间被它醇厚具有冲击力的酒体所征服，也体验到自己做的跟人家的距离了。我这种简易设备和不知来历的原材料，想要酿出好啤酒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等有钱了更新装备后再说吧。羊肉还能用来酿酒？最近从北山酒精里习得一古方，把羊肉和糯米放在一起酿酒，据说既有酒香又有肉质香，冬天里还可以驱寒暖身，有点意思，咱必须得试一下。先来一杯白兰地，把羊肉浸泡一下，炖的时候只放入生姜和大葱，熬煮1小时之后取出2块晾凉，剩下的再放入盐和枸杞，炖煮10分钟后准备开吃。还得先干正事儿，把晾凉的羊排肉用手撕碎，纯肉51克，放入浸泡了1天的糯米中搅拌均匀，入屉蒸40分钟，蒸好后摊开晾凉。这时加入125克凉白开， 0.5 克甜酒曲，搅拌均匀后放入发酵罐，掏个小酒窝，盖上保鲜膜，有氧发酵48小时。活儿干完了，再来吃羊肉，心情那叫一个舒畅。羊肉肥瘦均匀，入口即化，羊肉的脂香在后口饱满丝滑，丝毫没有羊膻味，甚至连羊汤都是极品美味。我瞬间对羊羔酒的期待更加猛烈，那将会是多么美妙的口感呢？入250克凉白开进行2次发酵，又1天后终于可以出酒了。只是酒液里有少许油的感觉，我心里隐约有点不安。不过闻起来酒香依然浓郁，没有羊膻味。接下来压榨酒汁，我买了一台压榨机来最大化的榨取酒汁。酒中得酒520毫升，效果非常满意。品尝一下，入口还是米香和甘甜，酒香呈现在中后口，没有羊肉的膻味和腥味。能把肉质香和酒香同时呈现在一款酒里，不禁感叹古人的酿酒智慧简直出神入化。只是多饮几杯之后，羊肉的油腻感逐渐增加，又不同于喝羊汤的感觉，可能羊肉的滋味和酒的醇厚融合度不够的缘故吧。传说这款酒是杨贵妃20岁生日时，唐玄宗在御酒中特意为她选中的。个人分析，那时候调味的香料比较少，所以羊羔入酒算是增加滋味的一种方式。如果上天再给我一块羊排，我一定选择清炖羊排单酿米酒，然后大块吃羊肉，大碗喝米酒，
那应该是羊肉和酒最好的打开方式吧。啊，真香！之前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开封过滤回大桶后，发现很多细小的碎屑。这个简单，用咖啡滤纸过滤一下就行。然而我花了2个小时才过滤出75毫升酒，按照这个速度，我这将近8升的酒全部过滤完需要大概1个月。这速度也太慢了呀！本来想放弃的，但尝了一下口感，荔枝的清甜美妙柔和，红茶的滋味若隐若现，且丝毫没有酒精的刺激感。为了这美妙的口感，值得我琢磨解决方法。首先，我想到做红酒时经常用到的皂土。将皂土软化1天后，倒入到酒液中，沉降了7天，果渣明显的下沉了，但依然有氧化分层，说明还有皂土沉降不下去的果屑。这颜值送不出手啊，还得再想办法。据说高速离心可以分离沉淀，于是我又买了一台离心机，每次倒15毫升6小罐，经过测试，每分钟4000转的功率，离心1个小时，效果最好。然后倒出上面的清澈液体，此时果渣已经沉底了，为了严谨一些，我盖上了盖子，又放置了几天，发现依然透亮无比，而且没有分层，没有沉淀。只可惜我买的离心机太小了，1小时只能出80毫升，我总共有8升的酒，全部分离完需要大概半个月，时间还是有点长。但总的来说，用咖啡滤纸或离心的方式过滤掉细小的果渣，酒体就会透亮，而且不会氧化，不会沉淀。大家好奇这又是什么吗？其实我又买了一台果酒过滤机，工作原理类似纯净水的过滤，只是比纯净水过滤的要粗很多，否则过滤完就有可能真成纯净水了。开工，看着浑浊的酒液在5微米的 PP 棉中跳动后，再转入到0.1微米折叠棉中，就简单的2关就困住了果渣。20分钟不到的时间，酒体果然清澈，不由得想起了那句老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过我这套滤芯好像废了。但看着透亮的液体，一切努力都值得。好了，我先装2瓶速检，等检测合格后再来联系大家。最近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很火，我们都知道喝威士忌的时候加冰是为了充分享受它的香气和味道，那喝金酒的时候加冰又会有什么变化呢？如果是小瓶直接咂，喝起来草木香气浓郁，主要集中在中口，现在记住这个味道以方便对比。接下来加入一块原冰，再倒入一些金酒，放置1分钟后，酒体温度降低到6度左右，喝起来原料里的草木香气转移到了中口和回味上，口感更加清爽顺滑，酒的刺激感也没有了，综合感觉的确好入口了。功劳主要来自于冰块的降度，所以很多调酒组合都是在预设有冰块溶水的情况下设计的。说到这里，曾经我也好奇过冰饮白酒会是什么体验。试过的人都知道，白酒加冰后会让酒体失衡，高级脂肪酸酯被析出，产生白色絮状物。而金酒酒体本身的光泽并不会因为加冰而发生变化，风味和观感皆为佳品。而且加冰后，金酒酒体温度和分子能量的降低，还能降低酒中药材带来的燥热，让成分被身体更好的吸收，这也符合以清去燥的养生原则。看着这颜色和感觉，真应了那句禁酒是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说，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无论什么饮用方式都得适量，切记禁酒虽好，不要贪杯。